嗨，你今天好吗？我是耶莱娜，今天想分享我自己使用 MCP， 也就是 AI 代理人工具的真实心得，没有吹捧，只有实操成果，希望能给对于 AI 代理人工具也有兴趣的朋友们一点参考。那么 MCP 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 ChatGPT 能告诉你如何组装 IKEA 家具， MCP 就像是直接动手帮你组装好的帮手，又或是 ChatGPT 能教你如何煮一杯好咖啡，那么 MCP 更像是那位直接帮你做好咖啡端给你喝的助理。 MCP 全名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即模型上下文协定。它能做的是和我们先前影片中分享过的 Manus 很像，但速度更快更灵活，还能选择不同的 AI 模组，包括 Claude GPT、DeepSeek以及 Google 的 Gemini 等等，全都能任选使用。接下来我把我的 MCP 使用方式划分成4步骤。首先，我选择下载 Cursor， 它是一款以人工智慧为核心，结合多种大型语言模型如 GPT-4o 和 Claude 3.5 Sonnet 的程式码编辑器，能够显著提升开发者在写程式、除错、重构、理解现有程式码等各方面的效率。下载安装 Cursor 后，先到设定中，可使用 Google 账号登入，然后点选 Models， 选择启用想要使用的 AI 模型。不过，并非所有 AI 模型都可免费使用。如果只是单纯聊天发问，目前 Cursor 免费会员可使用 DeepSeek V3、GPT-4、Omini 等少量模型，但若是要使用 AI 代理人工具 Agent， 那么 Cursor 免费版目前只能使用 GPT 4.1， 但也足够用来执行一些低复杂性的任务了。首先要为 MCP 预备一个环境，下载 Node.js， 直接前往官方网站，点选下载，只是正常安装即可。安装完毕后，可以进行一些初步测试，看看是否有成功。我把 Node.js 相关教学网页放在影片说明栏内，可以前往查看详细说明。接下来，我们需要为电脑寻找可用的 MCP 工具、程式码，不需要自己会写程式，可到 AI 模型、工作流式集中寻找，例如 Smithery、Modescope 等等。举例来说，我先抓了几个会用到的 MCP 工具，前往 MCP 市集平台 Smithery， 寻找浏览器自动化工具 Playwright Automation Server， 选择时可以寻找人气较旺的工具，通常安全性较高。点进去后，在右边找到 JSON。 由于我是使用 Windows， 所以点选 Windows， 选择 Copy， 将程式码复制下来备用。切换到 Cursor 平台，点选右上角的设定，点选 Tools and Integrations 工具和集成，点选 New MCP Server， 新增 MCP 伺服器，把刚才复制下来的程式码贴上去。之后要在新增其他 MCP 工具时，只需在篮框后面加上逗号，按 Enter 键移至下一行，就能贴上新的 MCP 工具程式码了。例如，我想加上并搜寻工具，前往 Modescope 网站，点选上方的 MCP 广场，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工具类别的选单，搜寻并，点选这个并搜索中文，进去后往下拉，找到 MCP 配置文件，找到 Windows 用户的配置。由于第一次贴上时已经有 Make Server 这一行了，第二次后在复制时可以排除掉头尾各2行，只复制名称开始的区块，再回到 Cursor 贴上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 MCP 工具需要有付费或额外的 API Key， 并非全部免费。另外，每次贴完 MCP 工具程式码后，记得必须按下 Ctrl+S 存档，然后切换到 To Integrations 工具集成这里。如果亮绿灯，就代表工具成功启用。如果有看到黄色或红色，可以试着先关再开一次。如果还是无法亮绿灯，那就是工具暂无法使用，可以另寻其他替代工具。由于有些工具涉及个人用户的 API Key 以及不同电脑作业系统，所以大家可以各自寻找需要适用的 MCP 工具。我也将自己目前有用过的一些 MCP 工具清单放在影片说明栏内的连结网页中供参考。
但大家还是可以根据需求自行决定。例如，有些用户纳入了付费绘图工具，就能在执行任务时直接生成图片。在开始为 MCPI 代理人布置任务之前，我希望 Agent 不仅能帮我完成任务，还要将档案直接帮我存到指定的位置。经过测试，直接在 C 槽新增资料夹对我的电脑环境而言最不容易失误，所以我直接在 C 槽下新增一个资料夹 MCP， 让 Cursor 的 MCP Agent 直接帮我把做好的资料存到这个档案夹中。第一次，我试着请 Agent 帮我生成一个互动式文法网页，要求它生成一个网页档，并存在我的 C 槽指定档案夹内。与 Manus 不同，在 Cursor 上使用 MCP 代理人，我们不用等它完成任务后才能输入对话互动，可以在中间任意时间点临时要求改造或提出其他需求。期间，我们需要随时注意画面是否会要求我们点选 Accept， 这时必须点选同意或接受，任务才能继续执行下去。MCP Agent 完成后，会告知我们任务已完成，档案已存入指定位置，这时我们就能到档案夹中去查看了。这是 MCP 帮我生成的牛顿运动定律备课网页，完全不输给之前 Manus 生成的内容，除了有提供选单，还成功的帮我附上了牛顿的图片，提供了基本的动画演示以及问答环节等等。这是 MCP Agent 帮我生成的部分英语文法说明网页，同样按指示提供了主选单，还有各种例句说明，并且还提供了题目作答练习，写完后还能对答案。如果你是一名备课老师，是不是超方便的？ MCP Agent 能做的事还有非常多，例如可以要求它做简单的销售网页，也有人用 MCP 来做出电商网站、APP 程式等等。只要你能想到的工作，都可以让这个 AI 代理人助理来帮你分忧解劳。倘若你想将资讯分享给他人，就可以利用一些免费空间来分享，例如 Google 云端硬碟，或是和我一样，把一些网页放在 GitHub 上变成公开页面。举例来说，前往 GitHub 并登入后，点选页面右上方的加号，选择 New Repository 新储存库，为储存库命名。有出现绿勾代表可以使用此名称，确认设为 Public 公开网页，然后下拉选择 Create Repository 创建储存库，然后选择 Uploading an existing file 上传现有文件，把 MCP 生成好的 HTML 档上传，简单写一句备注并储存。确认档案上传成功，点选 Settings 设定，下拉找到 Pages 页面，在此处确认选择 Main， 并点击旁边的 Save 存档，等待约数秒。刷新页面后，就能看到一个专属网址，点击网址后出现404，在网址后面加上我们上传的档案的档名，例如 Newtons02.html， 再刷新一次页面，就会看到网页成功公开开放浏览了。MCP 和 AI 代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扇通往未来高效工作的门，为我们解锁无限可能。如果你也对新兴工具或科技新知感兴趣，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和网站，也记得按赞留言和分享支持我们哦。那么我们下次见。